别人捕鱼靠运气，小龙捕鱼靠实力。他的每一次出手都注定会有满满的收获感。年仅10岁的他靠着捕鱼为生，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渔家少年。大家好，欢迎观看小龙的大山探险生活纪录片。在一个幽静的山谷里，有一个勇敢的小男孩，他独自一人生活在深山中的一间小屋里。山里的生活虽然艰苦，但小龙凭借自己的智慧和勇气，日子过得还算安稳。每天清晨，小龙都会带上他的渔网，向着那条流淌于山谷之间的清澈河流走去。今天也不例外，小龙背着渔网走在山林间的小路上，附近有条河流，一想到河里的鱼儿，他的心中就充满了期待。走了大约半个小时，小龙终于来到了河边。这是一条大河，水流非常急促，河水比较浑浊。俗话说得好，水清则无鱼，这里是小龙常来的地方，因为这里鱼群多。小龙环顾四周，寻找合适的捕鱼位置。他选中了一个水流缓慢、河床较浅的地方，那里是鱼儿们喜欢聚集的地方。他小心翼翼地走进河流，感受着冰凉的河水浸湿双脚，慢慢地把渔网布置在河道里。小龙的动作娴熟而稳重，他仔细地检查着渔网的每一个角落，确保没有遗漏。那渔网如同一张巨大的蜘蛛网，静静地等待着鱼儿的到来。随后他拿起一根竹竿，站在河里，用力敲打着水面，试图惊吓到躲在水中的鱼儿。随着竹竿击打出的水花四溅，小龙的眼神中透露出坚定与专注。他知道鱼儿们会因为受到惊吓而四处逃窜。终于他看到了渔网在微微颤动，那是鱼儿在挣扎的信号。他心中一喜，立刻开始准备收网。而此时正是他们钻进渔网的最佳时机。过了一会儿，小龙觉得时机差不多了，他开始准备收网。他小心翼翼地拉起渔网，生怕惊动了已经进入网中的鱼儿。随着网的慢慢升起，他看到了网中闪烁的鱼鳞，心中不禁一阵欣喜。今天的收获还算不错，10条左右的鱼儿是有了。他加快了手上的动作，把渔网完全拉出水面，一条条活蹦乱跳的鱼儿在网中翻腾。小龙数了数，这次他捕捉到了好几条大小不一的鱼儿，足够他去市场摆摊了。小龙把鱼儿放进准备好的网兜里，然后装进背篓中，沿着来时的路往回走。回到村里的小市场，小龙找了个空位，把水桶背篓放下，开始把鱼儿整齐地摆放好。小龙热情地招呼着顾客。很快，不少村民都路过摊位，他们都知道小龙的鱼不仅新鲜，而且价格公道。人们纷纷围拢过来，挑选着鱼儿。他的脸上始终洋溢着笑容，让人感受到他的真诚和热情。在男孩的努力下，不到1个小时，小龙便早早地收摊了。这些钱可以用来买一些生活必需品，让自己的生活过得更好。摆摊结束后，男孩带着剩下的鱼儿和赚来的钱回到了山中小屋。他看到昨天还有剩下的米饭，他准备把鱼儿清洗干净，然后开始为自己做饭，顺便去山里摘了一些野菜。他熟练地升起了火，煮了一锅香喷喷的野菜鱼汤。坐在小木屋前，喝着自己煮的鱼汤，男孩的心中感到无比的满足。自己的生活虽然艰苦，但只要自己勇敢地面对，就一定能够过得很好。虽然生活不易，但只要努力，就一定会有收获。你见过这么聪明的小男孩抓鱼吗？他的每一个动作都充满了机智和灵性，让人不禁为之赞叹。他的技巧和方法让人眼前一亮，仿佛他是一个天生的捕鱼高手。在大山深处，这间小屋是他生活的地方。小龙的生活异常艰苦，然而他并没有因此而沮丧，反而每天都充满了希望，不断寻找着改变命运的机会。他尤其喜欢抓鱼，这不仅是他的乐趣，也是他生存的一种方式。小龙的家门前有一条清澈的溪流，那是他童年的乐园，
也是他赖以生存的重要资源。他特别喜欢抓鱼，每次看到溪水里游弋的鱼儿，心中都会涌起一股难以言表的喜悦。然而，徒手抓鱼并非易事，小龙也经常空手而归。于是，小龙开始琢磨着如何能够更有效地捕鱼。河流虽然不是很深，他提起裤子穿越河流，小心翼翼地湍急的河流中行走，向着大山深处走去。他看到河边有棵果树，他摘下一颗野果品尝了一番，然后他就开始采摘。他没有忘记正事，朝着河流附近走去，仔细地观察了溪流的流向和水势，发现下游的水流较为平缓，适合放置渔网。然而他手里并没有现成的工具，只能自己动手制作。小龙向着山头走去，来到树林丛中，利用柴刀将树木砍断，这或许正是搭建捕鱼平台的材料。随后开始修整树木多余的枝干，这可是一项体力活。小龙丝毫不顾及劳累，把树木切割成不同的长度，紧接着开始把树木的一头削尖，然后开始动手搭建简易的收网工具。先找了一个石头块，把树木枝干稳稳地固定在河底。他需要搭建一个收网平台，所以还需要再用竹丝将它们捆绑在一起，形成一个长方形的框架。接着开始绑扎工作，将4根树木牢牢地固定住，然后取出网兜固定在框架上。为了防住渔网被河水冲刷掉，前面用石头压住另外一头。此时的工作已经完成一半，小龙耐心地将渔网另外一头系紧在树干上。这项工作需要细心和耐心，冰冷的河水浸湿了他的全身，肩膀也酸痛不已，但他并没有放弃。每当遇到困难时，他都会想起溪水中的鱼儿，心中便充满了动力。一个简易的收网工具就这样完成了。然而，搭建过程并不容易。为了让鱼儿顺利冲向那边，小龙来到另外一边，利用大石块将溪水堵住出路。终于，在付出了无数辛勤的汗水后，小龙的收网工具台搭建完成了，然后满怀期待地等待着收获。2个小时过后，小龙急急忙忙地来到了溪流边，渔网中还真就被抓获了许多鱼儿。当他看到收网工具里满满当当的鱼儿时，眼中闪烁着兴奋的和激动。他小心翼翼地将鱼儿一条条取出，放入准备好的渔网中。这些鱼儿大小不一，有的还活蹦乱跳，让小龙感到无比的满足和幸福。他的努力终于得到了回报。他打算把这些鱼儿拿去摆摊，赚取微薄的收入补贴家用。背着沉甸甸的鱼篓，小龙踏上了前往市场的路。一路上他步伐轻快，心情愉悦，心里既兴奋又紧张。他找了一个地方，将鱼整整齐齐地摆放在上面，然后静静地等待着顾客的到来。不久，就有顾客被他的鱼摊吸引过来。一位阿姨走到了小龙的摊位前，她看着摊位上的鱼儿，眼中流露出赞许的神情。她问小龙：“这些鱼都是自己抓到的吗？”小龙回答道：“阿姨，这些鱼都是我自己在溪流里抓的，很新鲜。”有了第一次的成功经验后，小龙变得更加自信了。他热情地向过往的行人推销着自己的鱼饵。有的顾客问小龙关于捕鱼的方法和技巧，有的顾客则夸奖他的鱼儿新鲜美味，还有的顾客则直接购买了他的鱼饵。小龙一边忙碌着给顾客称鱼收钱，一边与他们交流着生活的点滴。尽管生意忙碌，但他始终保持着礼貌和耐心，认真对待每一位顾客。他的鱼饵很快就被抢购一空。太阳渐渐西落，小龙准备开始收摊回家。看着赚取的收入，一天的劳作也就烟消云散了。他知道自己的生活将会因为这份勤劳和坚持而变得更加美好。小男孩的捕鱼之旅是一次成长的冒险，在这个过程中，他学会了耐心、坚持和勇敢，也收获了无数的快乐和回忆。清晨的雾气轻轻萦绕着山间，仿佛置身于幻境之中。小男孩早已醒来，吃完早饭，
小龙并没有休息，而是默默地收拾起碗筷，走到屋外准备清洗碗筷。双手捧着碗盘，细心地清洗着。洗完碗筷后，他便回到屋里，把它放在餐桌前，从角落里拿起那个熟悉的竹篓，准备开始他今天的冒险。他背上竹篓，拿起工具，踏上了前往大山深处的路。小男孩对抓鱼有着特别的热爱，这不仅仅是因为他喜欢那种与大自然亲密接触的感觉，更是因为家庭的责任感。他深知，虽然自己年纪还小，但也能为家里分担一些生活的压力。他带着那份责任和热爱，踏上了大山的路。山路崎岖，他穿过茂密的树林，越过潺潺的小溪，终于来到了他的目的地，一条宽阔的河流。他站在河边，仔细观察着河流的动向，寻找着最佳的捕鱼位置。小龙从竹篓里取出柴刀，他用刀砍下几根竹子，又找了几段干枯的树干，开始动手搭建他的捕鱼网。有了上次的经验，他这次操作起来得心应手。他将竹子和树干巧妙地搭建成一个平台，形状像一个倒置的漏斗，确保鱼儿只能进不能出。随后他小心翼翼地拿出那张渔网，他将渔网系放置在平台上，然后找了一些藤蔓把渔网固定住，确保没有一丝缝隙。为了固定住捕鱼工具，他又找来几块大石块压在渔网的框架上，这样一个简易而实用的捕鱼工具就完成了。小龙将捕鱼平台放入河流的下游位置，鱼儿更容易聚集，也是鱼儿的必经之路。准备工作一切就绪，静静地等待着鱼儿上钩。时间仿佛在这一刻变得缓慢而悠长，只有河水潺潺的声音和偶尔传来的鸟鸣打破这份宁静。终于，小龙看到了渔网中的很多鱼儿，他激动地站起身来，把渔网中的鱼儿装入网兜之中。接着又有更多的鱼儿游了进来，它们在网里欢快地游来游去，仿佛并不知道自己即将面临的命运。小龙见时机成熟，迅速将捕鱼平台里的鱼儿全部收入囊中。只见网兜里满是活蹦乱跳的小鱼，他的脸上露出了满足的笑容，今天的努力又得到了回报。随后他把网兜放入竹篓里，然后背起竹篓，踏上了返回集市的路。这些小鱼虽然不大，但也能换取一些微薄的收入，为家里减轻一些负担。回到村里，小男孩直奔集市而去。他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，将竹篓里的鱼儿倒在地上，摆成了一个小小的鱼摊。每当有人路过时，他都会热情地招呼着：“新鲜的鱼儿，快来看看吧。”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小龙的鱼摊渐渐吸引了越来越多的顾客，蹲下来挑选着鱼儿。有的顾客拿起一条鱼儿仔细端详着，有的则直接询问价格。小男孩忙得不亦乐乎，他一边回答着顾客的问题，一边用秤称着鱼儿的重量。顾客们挑选着自己心仪的鱼儿，这个简易的捕鱼工具为他带来了满意的收获。小龙今天的收获可不小，一篮子螺丝，10多条小鱼等。这种收获满满的时刻，让人感到生活上充满了希望和满足感。生活中的每一次努力，都将成为未来的成长与收获。在山区的早晨，鸡鸣声、鸟叫声清脆悦耳，阳光洒在田野上，为宁静的山区农村带来一份生动的活力。小龙早早地起床了，乡村田野间的蟋蟀声叫个不停，仿佛是大自然的交响曲，总能勾起我们心中那份对美好生活的向往。向往农村的美好生活，小龙带着工具和竹篓来到了一块稻田里，他观察着四周的情况，或许今天能有什么新发现。他放下工具，准备脱去雨鞋进入稻田。他小心翼翼地赤脚来到田里，在水里摸索着什么。只见他一手在水中摸索，一手拿着篮子，原来是摸索田里的螺丝。这些小螺丝虽然不起眼，但在集市上却是很受欢迎的小吃食材。螺丝通常隐藏在稻田的泥土中，小龙需要用手去摸索。他轻轻地翻开泥土，寻找那些躲藏的螺丝。
每当他触摸到一个硬壳，就会迅速而准确地将其捉起。他慢悠悠地移动着，避免踩坏稻苗，眼睛不停地在稻田里寻找着螺丝的踪迹。突然，小龙看到前方有一条小鱼在游动，他兴奋地跑了过去，可是小鱼十分机灵，一下子就游走了。他并没有气馁，知道抓鱼需要耐心，他静静地站在原地，观察着小鱼的动向。过了一会儿，小鱼又游了回来，小龙看准时机，迅速伸出双手，经过多次尝试，他终于成功地抓住了一条小鱼。抓鱼也是个技术活，稻田里的小鱼更为机警，需要更多的耐心和技巧。看着小龙的身影，仿佛回到了童年。那时的我最喜欢的事情就是跟着大人们一起下田，感受那与大自然亲密接触的美好时光，总是充满了无尽的乐趣和欢笑。来到田间，大人们开始忙碌的劳作，而我则开始了我的寻宝之旅。在田野里度过的时光总是那么美好而难忘。不知道屏幕前的你有没有过田野间的快乐？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小龙德的背篓里渐渐装满了螺丝和鱼。他看着自己的收获，心中充满了喜悦和自豪。经过一上午的辛勤劳动，收获确实不小。小龙心满意足地离开了稻田，他带着这些收获赶往村落附近。他找了一个空旷的摊位，将自己捕获的田螺和小鱼摆放整齐。他大声地吆喝着：“新鲜的螺丝和小鱼啦，快来看呀！”他的吆喝声吸引了不少人的注意，一些人围过来看着竹篓里的螺丝和小鱼。小男孩热情地向他们介绍着自己的收获。人们看到这些新鲜的螺丝和小鱼，自然不会放过这样的好机会，纷纷购买。不一会儿，虽然赚得不多，但这是他凭借自己的劳动换来的收入，意义非凡。小小的摊位也准备收摊了。这一天对于小龙来说是充满欢乐和收获的一天，而这段美好的经历也将永远留在他的记忆中。这是我见过最勇敢的男孩，一人一条竹筏，独自在大河里捕鱼。天刚蒙蒙亮，整个大山还沉浸在一片宁静之中。在这静谧的清晨，一个瘦小的身影悄然出现，他肩上背着沉甸甸的背篓，手中紧握着捕鱼的工具，满怀期待地踏上了寻找鱼儿踪迹的旅程。男孩沿着蜿蜒的小路一路走到了河岸边，他望着平静的河面，眼神中充满了兴奋和期待。他小心翼翼地踏上停靠在岸边的竹筏，把背篓和工具放在竹筏上面，轻轻一推，竹筏便缓缓地向河中央飘去。随着水流的晃动，竹筏慢悠悠地在水中滑动。今天将是一个充满挑战的一天。9岁的他居然能独自滑动竹筏，并且能稳稳地站在上面，确实不容易，一般人还真做不来，不愧是个渔家少年。来到河中间，男孩停下竹筏，开始忙碌起来。他把渔网的一端牢牢地绑在木桩上，然后开始滑动竹筏。随着竹筏的移动，男孩不断地撒入渔网，每一次都准确无误。渔网很大，他需要耐心地解开，慢慢撒入。在竹筏上，小龙显得异常勇敢，他丝毫不畏惧河水，只是专注地操作着手中的渔网。他用力将渔网全部撒入河中央，这个过程需要耐心的操作。然后拿起一根竹竿敲打水面，这一敲不仅让河水泛起层层涟漪，更让河底的鱼儿们受到了惊吓，慌不择路地逃入渔网之中。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，男孩站在竹筏上，眼睛紧紧地盯着水面，心中充满了期待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小龙开始小心翼翼地收网。他来到木桩前，解开一头的渔网，他轻轻地拉动着渔网，生怕错过任何一条鱼儿。当渔网慢慢浮出水面时，男孩惊喜地发现，网中竟然装满了活蹦乱跳的鱼儿。他兴奋地欢呼起来，脸上洋溢着满足和自豪的笑容。接下来，男孩开始将捕获的鱼儿装入网肚之中。
他小心翼翼地捧起每一条鱼儿，轻轻放入网兜，生怕弄伤它们。在不远处的河对面也有人在捕鱼，说明这条河里确实有渔获。随着渔网慢慢被全部拉出，竟然发现了一条更大的鱼儿，小龙欣喜若狂。这条大鱼一定能出个好价钱。很快，网兜就被装得满满当当的，承载着男孩整个清晨的心情和收获。小龙滑动竹筏准备上岸，他再次轻轻滑动竹筏，让它顺着河水缓缓前行。回到岸上后，小龙把竹筏系紧在岸边，他没有停歇片刻。收拾好网兜和背篓后，踏上了前往村落附近摆摊卖鱼的路程。这些新鲜的鱼饵将会给村民们带来美味和欢乐，而他也将在这份辛勤和收获中感受到成长的快乐和满足。这份喜悦和成功都是来之不易的。小龙带着满满的收获，步履轻快地走向了村落附近的小集市。小龙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，将背篓和网兜放下，开始摆摊。他小心翼翼地将一条条鲜活的鱼儿摆放在摊位上。男孩的摊位很快就吸引了周围村民的注意，好奇地打量着这些新鲜的鱼儿。有位大叔毫不犹豫地购买了几条，有的则向男孩询问着价格和品种，表现出浓厚的兴趣。对男孩的收获赞叹不已。面对村民们的询问和挑选，男孩表现得非常从容和热情。他耐心地为顾客挑鱼，让人们对他的鱼饵产生了更多的信任和好感。村民们纷纷挑选着自己心仪的鱼饵，无论是谁，男孩都能够与他们愉快地交流。今天确实是个大丰收的日子，虽然有些疲惫，但他的心情却异常愉悦和满足。准备收摊回家。感谢您的观看和支持，我们下集再见。